解放军南北包夹台湾的背后，中国大陆在向谁发出信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在布林肯准备访华，却又因所谓的高空气球事件而推迟访华之际，解放军突然毫无征兆地连续2天在台海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演训。用台媒的话说，此次演训大规模地越过了台海中线，并呈现南北包夹台湾之势。据台军统计，解放军在48小时内共出动了57架次的战斗机，13艘的军舰在台海周边活动，越过台海中线的战斗机共有37架次，同时还出动了大型无人机、预警机、运8电子干扰机和反潜巡逻机等多种机型。台媒认为，解放军这次出动的机型很多，编队配置带有实际作战演练的意图。苏30和歼16对台军形成南北夹击，既展示肌肉，也让各型军机更加熟悉未来作战的地理情况。另外，此次演训还凸显了解放军大型无人机地位的提升。这次南北包夹是台湾媒体对解放军演训活动特点的总结。在两岸民众刚刚结束春节假期之际，大陆突然强化对台军事施压，显然让台湾媒体感到不适。过去，解放军针对美台勾连的演训活动，一般都会发布新闻公告，而这次似乎并没有预先公告。再结合演训的强度和持续的时间，也难怪台湾媒体会做出过分解读。那么，我们该如何来看待解放军此次突袭式的演训呢？首先，本轮演训更大的可能是一次对假期前后解放军备战水平的检验。解放军在春节假期期间能保持什么样的战斗状态，完全可以用组织一次多机种、多舰种跨期演训的方式来验证。无论是突破所谓的海峡中线，还是进入台湾岛的西南空域，这原本就是解放军海空军各种机型、军舰都必须熟悉和作战的环境。其实，难度更高的演训行动需要扩展到台湾岛的东部，比如绕岛航行等等。这次呢，反而没有看到，说明这次演训只不过是小试牛刀。其次，虽然最近西方政客挑衅中国的动作频频，外媒炒作说麦卡锡已经就计划串台活动一事组织中国问题小组听证会，捷克议长的窜访则几乎已成定局。但是解放军从来不会对可能发生的事情做出反应，也就是说，只有对方实施了具体的挑衅活动时，我们才会展开反击。所以台媒这次对解放军常态化训练的过度反应，更大的可能是神经过敏。当然，解放军这次的演训也有一石多鸟的效果。目前中国大陆的确有在台湾问题上表达强硬的需要，比如捷克新当选的总统与蔡英文通话事件，还有布林肯计划访华以推迟访华的情况等等。人民日报曾经专门针对布林肯访华一事表态，提醒美国人注意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最核心利益。总体来看，解放军的南北包夹演训涉及的军兵种最多，但是规模与力度与去年的锁台演习相比要小一些，没有举办针对性的新闻发布会，看起来更像是一次常态化的演习，或者说是对解放军战备情况的一种检验。由于这次演习的突然性，又是春节假期刚刚结束的时间节点，所以美国人应该听到了不同的信号，捷克新总统的脑子或许也该清醒了。其实解放军以后在台海的活动不一定都非得针对谁，因为强军备战原本就是我军最重要的使命任务。至于台湾媒体怎么自己吓唬自己，那是他们的事儿。以后这种情况会变成常态化的行动，台湾地区的媒体真的要学会适应了。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